河南上百只山羊突然跳崖自尽，盘山公路上堆满了尸体，血流成河。山羊像是不受自己控制一样，一只接着一只的往下跳，尸体把公路堵死。警察赶到的时候，只看到上百只山羊的尸体。这些山羊究竟为何跳崖自杀呢？难道真的是被控制了？事发现场是一条普通的盘山公路，而山上是盘山的小路。经过对现场的勘查，警方没有在这里发现任何诱导山羊跳崖的因素。本想向山羊的主人询问情况，奈何老汉现在正沉浸在山羊死亡的悲痛中，警方只好向过往的车辆询问具体经过。据一位车主描述，当时他正小心翼翼地在公路上行驶，前面的司机突然刹车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声巨响。当时这位司机以为是遇到了车祸或者是身体滑坡，赶忙下车查看，这才发现前面已经聚集了不少人，路边还有流淌的血迹，而就在不远处是成堆的山羊尸体，山上的山羊还在像下冰雹一样的往下跳。公路上堆积的尸体越来越多，这些山羊掉落悬崖后，先是在地上挣扎一阵，随后便躺在地上没了呼吸。而山羊的主人在不久之后就赶了过来，看到山羊惨死，当场就嚎啕大哭，这得赔多少钱？眼看周围被围得水泄不通，车主这才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老汉这时候也终于缓了过来，老汉告诉警察，自己和其他村民一直都是在山上放羊，10几年了都没有出过事，其他村民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今天山羊就奇怪了，莫名其妙地从山上跳了下来。上百只山羊从悬崖上一跃而下，集体自尽，给村民带来了10几万的损失。这些山羊到底受了啥刺激？有车主猜测，或许是来往车辆的鸣笛声，又或许是前方的隧道让山羊感到恐慌，这才失足跌落悬崖。这种想法确实有些道理，但很快就遭到了山羊主人的反对。老汉说自己以前也在这里放羊，山羊对汽车的鸣笛声十分熟悉，以前听到这声音也没事，不会突然受刺激。更奇怪的是，当时老汉发现第一只山羊跳崖后，就跑去了队伍最前方进行阻拦，他想阻止其他山羊跳崖，却没想到山羊不仅没有听，反而加快了跳崖速度。老汉告诉警方，自己绝对不是故意扰乱交通，这些山羊今天就像是着了魔一样，根本不听自己指挥。听了老汉的一番话，警方也觉得这件事和老汉没关系，毕竟这些山羊是老汉的全部家当，正常售卖的话能卖几十万，现在上百只山羊全部死亡，老汉也着实难受。既然不是人为，那极有可能是山羊本身出现了问题。警方带了几只山羊回去进行解剖，想看看这些山羊是否健康。解剖结果表示，这几只山羊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，全都是健康的，没有患上疾病。这就奇怪了，山羊本身没有问题，也没有人诱导他们跳崖，问题究竟出在哪呢？这时候村子里就有传言称，这些山羊是着了魔，被怪物吸引，阎王让他3更死，他留不到5更，一时间众说纷纭。上百只山羊不受控制的跳崖自尽，警方多方面调查后也没有发现山羊跳崖的原因。难道真如村民们所说，这些山羊全都着魔了？警方的调查陷入了僵局，这个案件惊动了警察局局长，局长再次带领一小队人马前来调查，这次终于有了发现。就在警方对现场进行勘查的时候，一辆货车在隧道内打开了远光灯，现场人员都被这光线晃了一下眼睛，会不会在山羊跳崖之前，也有一辆车打开了远光灯，山羊被晃了眼睛后失足掉落悬崖呢？仔细想想，确实有这个可能。那么其他山羊明知有危险，又为何会接二连三的跳崖呢？局长带着疑问请教了动物学专家，专家表示，这些山羊其实有可能是跟着头羊跳下悬崖的，当头羊受到刺激的时候，没有看清楚前方的路况，失足掉崖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而后面的山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们只知道要跟着头羊的脚步往前走，这就是羊群效应。现在经常被用来形容人群没有自己的主见，随大流。羊群中有一个头羊，所有山羊都会受到它的影响，领头羊在哪里，其他山羊就会跟到哪里。他们不知道领头羊走向的是一条死路，于是继续跟着往前走。而老汉发现异常后惊慌失措，想阻止羊群跳崖，这一举动再次惊扰了羊群，这才加快了山羊跳崖的速度。